川普180度大转变，首次批准援乌爱国者导弹，制裁俄罗斯法案双管齐下。普京政府内部出问题，交通部长致死，竟是乌军突袭库尔斯克诱因，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川普近日再次对普京的批评，他对普京很不满，并批评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只会胡说八道。川普还告诉在场媒体，他正在认真考虑支持一项严厉的对俄制裁法案，以便向普京政府施压。同一天，参议员格雷厄姆表示，一项针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法案已经获得川普支持。该法案将对进口俄罗斯能源的所有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并对支持俄罗斯能源生产的外国公司实施2级制裁。这份法案已经获得了80多位参议员的支持。在乌克兰的军援问题上，川普也出现了立场调整。上个月底，美国开始暂停向乌克兰提供部分军援，包括最关键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川普在被问及此事时，也选择避而不谈。而在8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却一改此前的态度，批准向乌克兰发送一些防御性武器。美国阿克萨斯新闻网披露，川普已承诺立即向乌克兰提供10枚爱国者导弹，虽然不多，但却是川普政府首次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在川普表态后，美国国防部也宣布，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御性武器，为总统评估全球军事输送的框架仍然有效，这是美国优先事项的一部分。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让普京头疼的贪腐案。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解除俄交通部长斯塔罗沃伊特的职务，并宣布了代理部长的人选。而就在同一天稍晚些时候，53岁的斯塔罗沃伊特在自己的车中自杀身亡，这其中隐藏了什么消息呢？咱们先按照时间线把事情捋一捋。当地时间周一上午，普京突然宣布解除斯塔罗沃伊特的职务，并且拒绝给出原因。根据知情人士反映，当天上午，斯塔罗沃伊特还去了交通部开了一次会，与手下员工告别。随后他又去见了自己女儿一面，并回到了位于莫斯科的家中。下午3点，他的尸体被当地警方发现，初步结论认为他是自杀的，而使用的手枪正是因协助执行公务而从内务部得到的嘉奖。就在同一天下午，俄联邦铁路运输局土地与财产关系及法律事务管理司副处长科尔涅丘克在工作岗位上突然去世，终年42岁，死因是心脏骤停。自杀、心脏骤停，还有从高层楼坠落身亡。自俄乌冲突爆发后，有太多俄罗斯政商精英死于不明不白之中。科工对斯塔罗沃伊特自杀一事表示震惊。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告诉记者，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不想发表评论。总统在事发后立即就得到了通知，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愤怒，而这或许就是普京眼下心情的真实写照。一名交通部长就能让普京如此愤怒，是不是有些看清何总统了？实际上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斯塔罗沃伊特牵扯上的库尔斯克大清算。在该事件中，斯塔罗沃伊特就是大鱼之一，如今不仅这条大鱼没了，接下来也没办法钓起他背后更大的鱼了。有俄媒分析认为，斯塔罗沃伊特和科尔涅丘克在同一天的死亡并非巧合，两者均指向近1年的库尔斯克惨败。前者担任库州州长近6年，后者则与库州多个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有工作上的联系。另有消息称，普京最近收到了一份关于边境地区局势的报告，其中就有大量涉及库尔斯克地区的负面历史消息。斯塔罗沃伊特自2018年5月至去年5月担任库州州长，随后升任交通部长，成为普京政府新内阁的一员。而他在库州的副手斯米尔诺夫被任命为州长，然后斯米尔诺夫就赶上去年8月的倒霉事了。乌军突然对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袭击，短短1个月时间内便控制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乌克兰发动的突然袭击让库尔斯克的防守空区暴露无遗，当地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俄军跑得比我们还快，让全世界看了一个大笑话。其实自2023年5月，乌克兰支持俄罗斯志愿军和自由军团等在比尔哥罗德反攻后，普京政府就一直在加强俄乌边境的防御，其中与苏梅接壤的库尔斯克、与哈尔科夫接壤的比尔哥罗德，以及与切尔尼戈夫接壤的布良斯克是重中之重。俄罗斯不仅在这些地区加强防御攻势，而且还增加守军，比如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就负责防守库尔斯克，并培训大量的地方武装。结果令普京没想到的是，俄罗斯提前准备了1年多，还是被乌克兰打了一个大窟窿出来。普京大怒，最初1周连续召开3次高层安全会议，紧急商讨对策。尽管如今俄军已夺回库尔斯克全境，但克里姆林宫的清算工作却仍在继续。这是2战后俄罗斯领土首次遭遇大规模的入侵，被伤透面子的普京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
俄媒生意人报指出，在斯塔罗沃伊特去世前，一桩至少涉及10亿卢布贪污的被告曾出庭作证指控他，而这笔钱原本用于在库尔斯克州修建边境防御设施，而这名被告正是他在库州的副手斯米尔诺夫。其实去年12月，斯米尔诺夫就被解除了州长的职务，普京只不过是要等库州的局势彻底平息后，才回过头来收拾他。斯米尔诺夫跟随斯塔罗沃伊特多年，两人一正一负，把持库州官场多年，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克里姆林宫对此一清二楚。说句不好听的，斯米尔诺夫出事后是否处理斯塔罗沃伊特，其实就是看普京的心情。普京之所以又多留了斯塔罗沃伊特近3个月，其实就是想考验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如果他是个可用之才，那么先留着他也无妨。结果过去几个月，斯塔罗沃伊特的表现没能回应普京的期待，先是边境2条铁路发生出轨事件，7人死亡，然后是乌克兰发起蛛网行动，无人机袭击多座军用机场。此外，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带来的航班大面积延误几乎每周都会发生，累计损失已超过了10亿卢布。这里还没算去年12月2艘油轮沉没的账。在乌军频繁袭击俄罗斯后方目标的大背景下，交通部的工作很多时候其实就是需要俄军和安全部门的配合的。但考虑到库尔斯克的问题，普京不会留给斯塔罗沃伊特太多耐心。可以说，普京宣布解职的总统令，就相当于对这位交通部长的最终判决书。自知难逃命运的斯塔罗沃伊特，或者是因为畏罪，也或许是出于更上层的压力，决定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一些迹象和传言表明，早在普京宣布解职令之前，斯塔罗沃伊特或许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并决定提前行动了。在他的尸体被发现后，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安德烈·查尔塔波洛夫就表示，斯塔罗沃伊特其实很久以前就自杀了。与此同时，一贯消息灵通的俄罗斯商业咨询则在一篇报道中指出，斯塔罗沃伊特实际在7月5号就自杀了，但第一时间消息被故意隐瞒了。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些说法的确存在一定的逻辑。去年4月，绍伊古的副手前国防副部长伊万诺夫因涉嫌贪污落马，其程序就是先拒捕再宣布解职，而解职的理由是失去信任。道理很简单，俄罗斯这些官员手里有1-2张外国护照或绿卡，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如果按部就班先官宣解职再拘捕控制住人，很可能就会让人跑了。斯塔罗沃伊特可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在普京7号官宣解职前，俄有关部门或许就曾试图提前行动，先把人控制住，结果事没办妥，让人自己把自己给办了。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何佩斯科夫要强调斯塔罗沃伊特没有失去信任。如果承认失去信任，那么就证明此人跟伊万诺夫是一样的，人有问题，但这次却没控制住。斯塔罗沃伊特本身位高权重，舆论这2天的质疑声音不少，希望俄官方能够给出更明确的回应，而不是再像2年前普里戈任坠机身亡那样，最后不了了之，真相石沉大海。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